thick and thin, enough to know that I would rather not go through life without you. And in the end, I'm just glad we're friends. And in the end, I'm just glad we're friends. This life keeps moving on, and we keep moving with it. There's been some ups and downs, so I'd like to take a minute just to say I am here to stay. 'Cause in the end, I'm just glad we're friends. I can't pretend I'm just 我们现在来试着发动这部300 G1，在还没有整修之前，它为什么它引擎会过热啊？我们先来试着发动啊。我们看现在水温大概在40多啊。OK 啊，发动。OK 哦，发动还是 OK 的，好，转速是在800，是 OK。啊，水温大概只有40多，大哥来加油看看，哇，跳不上去会顿，跳不上去，我一踩油门它就会顿了，油门上不去，我试着慢慢的加油看看，油吃不到。供油不足，加油，加油，上不去，我已经有放炮了，供油不足，很严重的供油不足，所以这车子一定会过热。OK， 好，等大哥把它整修之后呢，我们再来好好的测试一下。OK 啦。大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我们要来做的这颗分油盘的测试，是从台北林口来的1993年 G-Car 300 G1 的分油盘，在维修之前的测试。因为这个分油盘呢，我们在之前有看到它的故障状况，就是启动 OK， 那没办法加油，一加油它就开始吸不到油，会喘气。那这个当然是因为供油量不足所造成的。不过在我们测试这颗还没有整修的分油盘之前，我必须要先说明一件事情。画面上我们看到的这边有2组分油盘。那我右手边这组分油盘呢，看起来跟左手边这组分油盘是几乎是一模一样，它们的孔位也一模一样，但是分别要识别它们，要从它这个标签，我们看到这是蓝色的标签，这个标签呢是银绿色配咖啡色的标签。那这2个分油盘有什么不同呢？这一颗右手边这一颗这颗是 M104 引擎 24V 的分油盘，那它搭配的它的分油盘底座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是 M103左手边这个是 M103 的底座，它很明显，它底座样子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们的螺丝孔位都一样，而且可以互相替换。那相对的分油盘颜色也不一样，作为区分。左手边这个是 M103 的分油盘，那右手边这颗蓝色标签的是 M104 24V 的分油盘。
那他们的都可以互换哦。你104的上座来配103的下座 ，OK；103的上座来配104的下座 ，OK。那今天就发生一个问题了哈，就是说，我们大家可能会不了解为什么会有颜色的不同，因为他们编号也都不一样哦，他们的代号都不一样。因为 M104的它的出油量比 M103的出油量多了30%，好，在大哥的机台上面所做测试，他们的标准出油量差了104比103多了30%。那我们今天来反推 M103的引擎，如果以 W126这个的话，它厂方的标示马力是185匹左右哈，一样是2900多 CC。那这颗104的这一颗呢，它一般都是配在 M104的机喷的引擎，那它排气量也是2900多，但是呢，它的马力厂方数据是236。我这一个185跟236，这差别就很大的。同样的排气量，103是12V，104是24V。那因为你今天要产生比较大的马力，就必须要由我们的油量来产生马力。那因为104 24V 的这颗引擎 block， 它能够产生比较高的转速，比较大的吞吐量，所以说它搭配的是 M104的这颗分油盘这一整组分油盘，它能够比 M103这一组多吃掉30% 左右的汽油，所以说它能够产生更大的马力。那今天问题来了，如果说我们103的引擎 block 来搭配 M104的多30%的分油系统的供油系统，那会产生什么结果？今天这个答案就发生在我们目前看的这个300G1上面。因为这300G1它是 M103的引擎体搭配 M104的供油系统，比标准的 W126的 M103引擎多了30%的供油量。那这到底会产生什么差别？是不是说这30%的供油量能够在 M103的引擎体把它消耗掉，转换成马力？其实这个大哥不知道。那今天我们要做了这次的这个分油盘，你看它颜色是 M103的分油盘，103的分油盘。那问题来了，原来300G 搭配的应该是104的这根蓝标的分油盘，它包含它的喷油嘴是细牙的喷油嘴，那它的油压调整器编号也不一样。好，那今天我们要测试的这颗从林口来的这颗300G1的分油盘，它搭配的是 M103的供油系统，那其他的配件包含它的喷油系统、喷油嘴都是 M104的。那从香港我整修的那部300G1的经验来讲，很显然林口来的这部300G1的分油盘是被换过了。那被换过之后呢，这分油盘如果大哥把它整修好以后，是的，我可以让它维持维持它标准 M103 分油盘的供油量。那如果说我要把它调整到 M104 多30%的供油量出来，其实是有点困难的。那我可能有办法多个30%从103这个分油盘比104我多调教出10%的供油量那这个应该没问题。如果30%因为它们本身的结构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没办法。那今天呢，
大哥的目标哦，林口这个分油盘300G 的这个分油盘，其实它已经被替换过了啊。据车主讲说，他在10年前，换车的时候哦，接手这部车的时候，他这个分油盘哦，他也没有留意啊。那不是不是，也许是不是被前车主更换过，我们不知道，因为维修被调换过，因为分油盘有问题，然后呢，厂家去找了另外一颗103的分油盘来替换，那这个就无从查起了哈，无从查考。那今天大哥的目标就是把这一颗标准的 M103的分油盘让它恢复正常啊。把它清整修以后，让它标准的出现，目标让它达到比原有的出油量能够多个30%哈，那来迎合他们厂方宾士厂方所设定要用 M104多30%的供油量来给 M103的引擎体的来做个一点补偿。好了，那今天话讲这么多之后，我们来看看这颗分油盘从林口的300G 拆下来的，为什么它的会产生严重的供油不足的现象？引擎发动之后，油门一踩就吃空气吃不到油。原则上，在大哥的机台上面 ，M103这颗引擎，这颗分油盘，它的供油量应该在150左右，150到160，150到170之间都算合乎标准的。当然，如果低于150，那就是严重的供油不足，那就是供油不足。那当然可能是因为内部阻塞的关系。那刚刚我又讲回到这个 M104，M104在大哥的机台上面。它的供油量应该在190 ，OK。假设以160跟190就差了30 mol， 那所以说至少104的供油量，分油盘的供油量比 M103的供油量至少多了，差不多多了30%，OK。好，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这颗分油盘的流量测试。好，我们来做。全油门的，我们来做1分钟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这颗分油盘在没有整修之前，它的供油量是什么样的情形。OK， 好，大哥打开供电打开送电门，好，定时器设定1分钟，好，开始。目前这颗 M103的分油盘，它的标准出油量应该在150到170这在大哥的机台上面。我们来看看，这部300G 的这个分油盘，它现在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为什么起步的时候会吃不到油？然后。也就是说，不能够正常的踩油门，你必须要轻轻的踩油门，它才能够，车子才能够前进。那这个就是造成车主说他引擎过热的一个严重的现象。OK， 好，时间到，关闭定时器，关闭电源。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1缸、第2缸、第3缸的出油量都在130，第4缸120，第5缸125，第6缸也是125，跟它标准的150到170之间，很明显的，它的供油量就少了20-30 mol 左右，所以说这个分油盘堵塞了造成它的供油量不足，
所以说引擎会吃不到油。等大哥把这颗编号，我们来看一下20968的这一颗分油盘大哥整修之后呢，我们再来做测试。我们的目标是这个分油盘把它整修到1分钟的出油量大概在190的 M104的供油量可能达不到，但是至少应该会到170现在是看到130，至少170。也就是说，它150的低标到170之间的高标，可能要170以上那这个绝对就不会造成这个供油不足、引擎过热的现象。